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让我们感到困扰的事情，可能是因为路上被石头绊倒，或者错过了转弯的机会，甚至是手机掉进了河里。虽然这些事情会在当下给我们带来不小的困扰，但我们通常很快就能忘记它们，生活继续前进。然而，相比之下，当他人的言语或行为触动了我们的情绪时，我们往往很难释怀。这种情绪上的困扰，往往会在我们内心长时间停留，甚至影响我们的心情和决策。究其原因，往往是我们没有学会像看待外界物理世界那样，超脱地看待他人的行为带来的情绪反应。我们时常把他人的态度和行为当作是对我们个人价值的评价，将自己与他人的互动过程视为一场无形的比赛或博弈。这种思维方式往往让我们陷入困扰和痛苦，因为我们忽视了他人的行为并不总是针对我们个人，而是可能源自他们自身的经历、情绪和想法。而我们自己对这些行为的反应，往往是在无意识中产生的情绪反应，而非理性思考的结果。大家好，这里是智慧人生，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性地将他人的言行与我们的情绪反应紧密相连。我们会对他人的评价、批评或行为产生过度的反应，往往会将这些反应赋予过多的意义。我们与外界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通过情感的过滤和诠释变得复杂而深远。这种低维的情绪反应，让我们容易陷入痛苦和困扰，无法自拔。就像一场误解或争执，我们可能会反复揣摩对方说的每一个字，反复分析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甚至过度自责或内疚。我们将他人的言辞或行为的意义赋予过多的解释和解释，往往忽视了更高层次的视角。实际上，他人的言行常常只是表面现象，背后可能是他们自己内心的困扰、焦虑或不安。我们与他人的互动是多维的，外界的行为并不完全由我们自己所控制。面对他人的言语或行为时，我们不妨放下自己的偏见和判断，试着从更宽广的角度去看待问题，避免情绪过度主导我们的反应。相较之下，若能够跳出这一层情感的过滤，以更高维的意识去观察，便能够洞察事物的本质，超越那些不必要的情绪困扰，回归内心的平和。当我们能够从更高的维度看待问题时，我们就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情绪反应，也不会被他人的行为左右。每一件事物背后都有其深层的原因，而我们如果能够保持冷静和客观，就能更容易发现这个原因，从而不被表象迷惑。我们可以问自己，这件事情真的值得我生气吗？这个人的行为是不是与我无关？我是否因为过度解读他人的行为而让自己陷入了情绪的困扰？这些问题的提出，帮助我们放下对外界反应的过度执着，进入更深的思考和反省。当我们跳出低维度的情绪反应，不再受制于外界的干扰时，内心的平和和清晰就会随之而来。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能够减少负面情绪的干扰，也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问题的核心，从而采取更加理性和有建设性的行动。要实现这种从低维到高维的转变，首先需要做到明心见性。这不仅仅是一个哲学或宗教的理念，而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看透事物本质、洞察内心的实践方法。通过内观的方式，我们能够观察和识别自己内心的负面情绪与信念，从而找到其根源并进行化解。明心见性，顾名思义，意味着在繁杂的世事和情绪中找回内心的真实与清明。它要求我们深入自己的内心，去触及那些被压抑的情感，去面对那些不敢直视的恐惧、愤怒与痛苦。而这一过程并不是让我们把这些负面情绪压抑下来，而是让我们学会真正的面对和接受。通过内观，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情绪来源，不再对这些情绪做无意识的反应，而是能够理性地理解它们，接纳它们，并从中解脱出来。许多人习惯性地被社会的观念所束缚，而内观则是一种通过自我观察来帮助我们解脱这些束缚的方法。只有当我们通过内观真正看清了自己的内心，打破了外界的桎梏，才能发现那种从内而外的自由和平静。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到因果定律的作用。每一个情绪反应，每一场冲突，都有其内在的因果关系。我们要学会觉察和辨认这些因果，并意识到很多困扰我们的情绪其实源自我们内心的负面信念，比如对他人的攀比、嫉妒或者对他人评价的过度敏感。我们常常低估了自己内心潜藏的信念和习惯，这些信念和习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对外界的反应。例如，我们可能会因为对自己的不自信，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或者因为过于期望他人认可，导致在被批评时产生强烈的情绪波动。通过内观，我们能够发现这些负面信念的存在，并在理解它们的根源后，采取措施进行化解。而这种调整不仅仅是表面的情绪控制，更是对内心深层次的信念和习惯的重塑。当我们放下那些无谓的负担，我们的内心就会变得轻盈，生活中的困扰也会因此减少许多。福德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财富、地位或名声，它是一种心灵的清净与满足。真正的福德源于内心的安宁，而不是外在的物质条件。福德的积累是通过不断修炼内心的平静和智慧来实现的。它并不依赖于外界的认可或物质的富足，而是一种内心的富足。当我们真正放下外在的虚荣和欲望，能够接纳自己和他人的不完美时，我们就能够获得内心的自由。福德的积累也意味着对自我和他人的宽容，意味着我们不再对外界的评价和批评过度反应，而是保持一种从容的心态。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不断增强内心的力量，成为更为坚定和从容的人。每一次面对挑战和困境时，我们都能在内心深处找到那份不动摇的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我们深知福德的真谛，
知道真正的安宁来自内心，而不是外界。内观的修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地回归自己内心，反思自己的情绪反应与思维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挑战与困扰，我们都应通过内观去观察自己的反应，及时觉察并纠正那些消耗能量的负面情绪。特别是在面对愤怒、嫉妒、怨恨等情绪时，内观能够帮助我们从根本上化解这些情绪，让我们不再被负面情绪所左右。内观的过程并不容易，因为它需要我们保持极高的觉察力和自律性。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被情绪所主导，甚至觉得无法控制。但正是通过内观的练习，我们才能逐渐从内心深处看到这些情绪的根源，从而不再让它们主宰我们的行为和决定。每一次内观的实践都是一次自我净化的过程，帮助我们逐步剖析那些被压抑或忽视的情绪和信念，直面那些潜藏在内心深处的阴影，进而让自己变得更加清明与平和。这种内观的修行就像是面对一面镜子，它反射出的不仅是外界的事物，更是我们内心的影像。通过镜子，我们可以看清自己内心的状态，发现那些未解的情感困扰。每一次人际冲突，每一场情绪波动，都是我们内心深处未解部分的映射。通过观察这些反应，我们不仅能够更清楚地了解自己，还能更好地从这些情感和反应中汲取成长的智慧。通过内观，我们不仅是消解困扰和情绪波动的工具，更是在修炼自己的觉知和智慧。当我们能够正视并理解这些情绪反应时，我们就能逐渐放下对他们的恐惧与抵触，学会以一种更从容、宽容的态度面对自己和他人的缺点与不足。在实际的生活中，内观的修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一个持续深入的过程。它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刻都保持高度的觉察，并且在每一次情绪反应中去反思自己。当我们遇到压力或困扰时，不妨问自己，这个情绪反应从何而来？它的根源是什么？通过这样的自问，我们可以逐步从表面的情绪波动中剖析出更深层次的情感需求和内在的信念体系。例如，许多人在面对他人批评时，往往会有强烈的防卫反应，甚至感到愤怒或羞耻。这种情绪的根源并非单纯源自他人的批评，而可能是因为内心深处存在着对自我价值的怀疑或不安。在这种情况下，内观帮助我们识别和处理这种内心的不安全感，从而能够在面对批评时不再那么敏感，而是能够以平静和理性的态度去回应。当我们学会内观并进行自我反思时，我们就能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中的冲突与摩擦。生活中总是充满了各种复杂的人际互动，有时我们与他人产生误解，有时我们会感到被冒犯，甚至可能会因为不满而产生对立情绪。然而，若能通过内观冷静下来审视这些情绪的根源，我们往往能发现，
许多冲突并非真正来源于他人的行为，而是我们自身内心的反应所引发的。例如，我们可能因为过度在意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或者因为内心的自卑感而对他人的无心之举产生过度解读。当我们能够跳出情绪的困境，从更高维度去理解他人的行为时，我们就能避免无谓的争执，也能以更加成熟的方式解决问题。内观让我们学会放下对外界行为的过度反应，认识到很多人做出的行为并不是针对我们个人的，而是出于他们的情境、心态或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看，内观不仅仅是一种帮助我们减少困扰、提高情绪稳定性的修行，更是一种智慧的体现。当我们超越低维度的情感反应，进入更高维度的觉察与反思时，我们便能看清生活的本质和人际关系的真谛。我们不会再被表象的冲突和误解所困扰，而是能从容应对每一个挑战，始终保持内心的平和与稳定。这种智慧使我们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也让我们能够在更高层次上理解自己和他人。随着内观的深入，我们会逐渐发现，真正的自由和宁静并不来源于外界的环境或他人的认同，而是来自内心的独立和自觉。当我们能够超脱于外界的纷扰，去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时，我们就能够创造出一个宁静、和谐的内心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我们不会再受外界情绪的影响，也不会因为他人的言行而失去内心的平衡。相反，我们会变得更加坚定与自信，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并不需要外界的认同或肯定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内观的修行最终让我们达到一种与世界和解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我们不再苛求完美，也不再对他人抱有过多的期望，而是学会接受每一个不完美的瞬间和每一个不完美的人。我们懂得，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流动的，没有任何事物是永恒不变的。我们的情绪、我们的经历，甚至我们的身份和角色都是变化的，都是暂时的。在这种认识下，我们不再执着于过去的错误或未来的焦虑，而是能够全身心地活在当下，享受每一个当下的宁静与自由。最终，内观的练习不仅让我们摆脱了情绪困扰，找到了内心的平静，更让我们获得了对生命的深刻洞察。通过内观，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也能够更宽容地对待他人。我们学会了放下不必要的执着，超越了对外界评价和物质欲望的依赖，从而走向了一条更加自由、智慧和慈悲的道路。内观的修行使我们从一个情感反应的奴隶，成长为一个智慧和自觉的生命体，能够更加从容、自由地面对生活的挑战，找到真正的内心安宁与幸福。感谢你看到最后，回复一句三阳开泰，祝愿你阳气永驻，与光明相伴。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随喜转发，
功德无量。